literally haven't even talked to this girl for a whole year. I literally don't know why you're still trying to like. 以上这段视频是雷蛇他们家最新的降噪耳机的广告。对于它广告的表达形式，我不想做过多的评价。不过很多西方游戏媒体真的是闻着味儿就来了。臭名昭著的 PC Gamer 发了一篇文章，直接在标题里痛批雷蛇，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了，一下子把自己一半的用户都给得罪了。雷蛇有没有冒犯女性呢？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对于玩笑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无论男女，心中都有一把难以量化的尺子。不过这其实不是我关注的重点，重点是雷蛇怎么就得罪了自己将近一半的用户了呢？看着我那不知道机械键盘和自适应扳机为何物的老婆大人，我陷入了沉思。毕竟他对于游戏外设的概念就是能用就行，根本不可能去关注任何外设品牌。我想大部分女生应该和他一样，可能也有一小部分关注外设的女生，但是游戏玩家的性别比例怎么也不可能是对半分啊。后来我看到 GameSpot 也发了一篇谴责雷蛇的文章，这两篇都提到了一个概念，那就是48%的游戏玩家都是女性。你跟我说游戏玩家里面有将近一半都是女生，那为什么网上抱怨自己男朋友或者老公打游戏的女生那么多，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几个男人跑出来抱怨自己的另一半打游戏太多呢？后来我发现这个数据的来源是美国娱乐软件协会 ESA 在不久之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于是乎，我抱着求证的心态通读了这篇报告，我发现有两个地方值得思考。第一，他们调查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只用手机玩游戏。第二，就是在研究方法这一段中，用很小的一句话说到，只要一周玩1个小时的游戏，那就会被算作是游戏玩家。看到这里啊，我瞬间懂了。按照这个理论，我的老妈都成游戏玩家了。他在这篇报告中被定义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 gamer， 而真正花大量时间在主机 PC 上的核心玩家，反而在统计上被平均掉了。就这么一篇以偏概全的报道，却堂而皇之的被号称自己代表广大游戏玩家利益的西方游戏媒体给各种引用，这根本就是从源头上就进行了规划的系统性造谣，而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数据，建立他们那套意识形态下看似牢固的理论基础，而方便那些游戏行业内部的激进分子去借题发挥，推动那些和游戏毫无关联的政治理念。他们在乎女玩家吗？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真正看重的是如何从中获取利益与权利。由此你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游戏媒体和游戏协会就跟那些3A 大厂一样，被渗透的那叫一个通透。他们长期以来几乎是在和自己的受众对着干，完全背离了玩家的立场。而真正的游戏玩家以及少数还保持初心的厂商正在逐渐觉醒，奋起反抗。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聊聊传统游戏媒体和3A 大厂这些年一连串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对整个行业造成了怎样的破坏，以及属于玩家自己的觉醒文化又是如何一步步壮大，并把玩家团结起来反抗这整个腐烂的行业体系的。大家好，欢迎来到队友频道，我是老九。就这几年啊，我看到太多游戏媒体诋毁游戏玩家的文章，什么游戏文化很丢人，什么我会强迫游戏公司在游戏里加入你讨厌的东西，最离谱的还有什么研究发现游戏玩家有更大的几率成为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者。这些标题实在是过于脱离实际，就像是卖化妆品的人告诉你，你化妆就是虚荣；卖车的人告诉你，开车的人最终都会发生车祸；卖眼镜的人告诉你，戴眼镜的都是书呆子一样。而游戏记者与玩家脱节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并非是真正热爱游戏的核心玩家，而是新闻或者文科专业的毕业生无法进入主流媒体后才流入了游戏行业，导致技能匮乏，甚至连基本的游戏关卡都打不过。就比如说著名的阿瑟吉斯毁灭战士事件，Polygon 当时发了一个叫做毁灭战士前30分钟实机游玩的视频，而我们的阿瑟老哥身为 Polygon 和前 IGN 的资深编辑，他在玩 Doom 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已经不是玩的菜的问题了，而是根本就没有玩过游戏的感觉，有那么一种我教我老爸第一次用手柄去玩射击游戏的美感。这一段视频还是在最低难度下录制的，在他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在游戏媒体行业工作了5年，并且曾经评测过全境封锁、泰坦陨落、德军总部新秩序、男朋友4、光环5、无主之地2等多款射击类游戏。
视频发布之后，引发了玩家的强烈批评，甚至迫使 Polygon 不得不迅速关闭了油管的评论区。这一波还不如云玩家的操作，可以说是极其的不专业，让这种人来做权威评测，对玩家来说可以说是一种侮辱。而且这些传统游戏媒体最优先考虑的往往是与开发商的密切关系，以获得提前试玩码和广告的赞助，却回避批评游戏中存在的微交易或者是游戏设计的缺陷。就比如说暗黑不朽手游，在当初宣发的时候，多家媒体曾经尝试淡化这个游戏的氪金有多么的激进，转而迎合暴雪而非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的老朋友 PC Gamer 曾经发文，其标题称暗黑不朽不完全是 Pay to Win， 但很接近。又或者是 GameStop 在采访游戏的高级设计师斯科特·伯吉斯时，提到他否认游戏中存在任何形式的 Pay to Win 机制，并且表示他们在不花钱的情况下就达到了测试版的最高 PVP 排位。这些话你放到现在来看啊，简直就是讽刺。现在暗黑不朽，如果你想要全部顶配，你需要花费10几万甚至几十万美金。说白了，这些传统游戏媒体真正有价值的游戏新闻报道其实非常之少，他们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即将发售的游戏进行造势，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源实际上也都来自那些制作他们本应客观评测的产品的公司，他们代表的只是自己，而不是玩家，却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在玩家还没有机会用自己的钱包进行投票的时候，就塑造舆论，限制游戏的传播，把个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强加给玩家。更不用说老生常谈的 DEI 等激进人士的渗透了。这些人不仅攻占了游戏媒体，连大厂的游戏开发都被他们打穿了。从臭名昭著的 Sweet Baby Inc 到试图通过货币支付手段控制游戏的极端女权组织 Collective Shout， 他们没有一个关心游戏本身，他们只是利用游戏的影响力为自己谋求权利。就像我上一段提到的那个偏离重点的报告，都是他们试图推动自身政治议题的手段。因为女性玩家多了，为了照顾他们的感受，所以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必须丑化，男角色能做的事情，女角色也必须能做。可事实却是3A 游戏的受众大多数都是男性，而且不仅男人喜欢好看的女角色，女人也喜欢好看的女角色啊。就像知名主播 Asmongold 说的那样，你去漫展和游戏展看看到底是谁会去 cosplay 新名特工里面的角色呢？答案就是没有人。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设计的角色更多元更包容，但是当你说他们长得就和这些角色一样的时候，他们就又要不高兴了。女角色可以更有力量更强力，但是不能仅仅只是更有力量更强力。女性的魅力应该是多元化的，比如最终幻想7里面善良的爱丽丝，她的魅力在于她的温柔和坚韧。再比如生化危机里的克莱尔，她冷静果敢，能在危机中保护自己，也展现了独立和勇气。还有塞尔达里的塞尔达公主，她不仅是智慧与责任的象征，更有温柔和脆弱的一面。这些女性角色的塑造让人觉得立体而真实。现在这些激进人士搞出来的这些角色，只不过是披着女性外皮的男性角色，本质上一点也不多元，而且非常的刻板印象。说到刻板印象啊，游戏玩家都已经 PTSD 了，我们甚至能通过开发者的穿着，就在游戏发售之前判断游戏的好坏。这或许听上去并不公平，甚至有些偏见，但是被 DEI 蹂躏多年的玩家已经变得非常的愤世嫉俗。3A 大作长期批评玩家在游戏里加入各种进步内容，以至于玩家们默认会假设碰到最坏的情况，而这一切都是这些人的咎由自取。他们无论是在游戏媒体还是游戏开发的岗位上任职，代表的都只能也只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广大游戏玩家。可他们却掌握着更大的影响力。过去的数十年间啊，主流游戏媒体以及新进的一批游戏开发者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和贬低游戏玩家。如今他们正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在过去的2年里，已经有超过1200名游戏记者离开了媒体行业。根据 Press Engine 的数据，全球游戏记者的数量在这几年减少了25%。就比如被 Fandom 收购之后的 GameSpot， 在2023至2024年多轮裁员。Polygon 被 Valnet 收购之后，也在2025年进行了大量裁员。最大快人心的还是 The Gamer 这个网站。上一段开头提到的那一篇标题为研究发现游戏玩家有更大的几率成为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者的文章，就是他们写的。而就在不久前， The Gamer 被母公司彻底的血洗了一番。
这家长期以进步文章而闻名的媒体，终于为攻击玩家付出了代价。广告收入下滑，读者流失是裁员的主因。玩家们不再信任这些游戏记者，他们更愿意转向油管和 B 站的独立博主。游戏开发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况。微软 Xbox 部门的多轮裁员，以及索尼对服务型游戏和 DEI 投资的失败故事，我相信大家的耳朵已经听出老茧了。然而这还远未结束，这不你看，育碧又传来了新的喜讯。就在2025年10月22日，育碧旗下的瑞典工作室 Massive Entertainment， 也就是星球大战亡命之徒的开发者，公开推出了一项名叫自愿职业转型的计划，实则是变相逼迫员工自愿辞职。表面上是自愿，但这不过是公司重组的遮羞布。因为继星球大战亡命之徒和阿凡达潘多拉边境销量惨败之后，育碧正在开源节流。这一次的自愿一词听起来是真的讽刺啊，就跟前几周他们声称刺客信条的开发主管科特也是自愿离职一样，其实都是被逼走的。这一波操作可以说是直戳玩家的痛点，从根本上证明了像星球大战亡命之徒和刺客信条影这种被觉醒叙事拖累的游戏，不仅卖不动，还反而会反噬开发者自己。游戏媒体和这些厂商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因为这些媒体和开发者们把玩家当成了敌人。想想看，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就像一家餐馆，老板每天摆个臭脸，然后还要硬把难吃的食物卖给你。不仅如此，每天还要数落你，说你落后，说你不够进步。久而久之，消费者肯定不买账啊！这些大厂的操作一个比一个夸张。原本我以为育碧宣称你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任何游戏就已经够离谱的了，到现在微软全面主推云游戏和订阅制，以后可能云游戏的帧数和画质都要问你收钱了。再往后发展，简直就是赛博朋克的剧情。不过最近还是传来了好消息，那就是之前的停止杀死游戏运动已经在144万个签名当中验证了超过68万多个有效的签名，而且一旦达到100万，欧盟议会就必须对这个请愿进行讨论。一旦成功，那将永久性的改写这些贪婪大厂对于游戏发行的态度和发行的模式，让他们在推出那种圈钱的游戏项目之前三思而后行。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 Visa 和 Mastercard 这些国际支付巨头试图通过支付手段对游戏进行审查的时候，玩家们同仇敌忾，打爆这些巨头客服电话的场景。全球的玩家群体正在觉醒，正在积蓄力量。我们开始形成自己的声音，不再盲目追随媒体的推荐，也不再被所谓的权威评测左右，而是通过实际的购买行为和口碑来进行投票。可以说这场觉醒是对于整个行业的一次自我修正。3A 大厂想要继续割韭菜维持利润没那么容易了，玩家们已经在行动，而且他们手里的武器就是自己的钱包、自己的声音，还有整个社区的力量。我相信未来的游戏市场必然会更加的以玩家为中心。Later， 也许游戏界的第二次雅达利大崩溃已经到来了。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崩溃不仅仅是因为烂游戏太多，而更多的是因为整个行业的傲慢与偏见。那些高高在上的发行商、媒体人，甚至部分开发者，把玩家当作对立面，把创作当成政治表态，把热爱当成收割的工具。几十年前雅达利的崩溃，让整个行业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你对消费者失去尊重时，市场会用最残酷的方式教你做人。而现在这个历史的轮回似乎又要重演。也许旧的秩序会崩溃，但新的秩序已经在逐渐形成。这一次玩家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是一支更团结、更有经验也更有选择的力量。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游戏世界。Anyways， 欢迎收看第6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游戏玩家觉醒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